魏无羡得意的一抬头，脸上洋溢着意气风发的自信微笑。那是当然，我做的能不好看吗？就是穿的人我不太喜欢，希望她能好好珍惜这条裙子吧。是那天的姚小姐。蓝湛蹙眉，我不喜欢她。不喜欢就对了。魏无羡喝了一大口果汁，然后道：哼，不就是姚氏的大小姐，拽什么拽？蓝湛，我跟你说，我有个姐姐，她是江氏的大小姐，她人可好了，做的汤一绝。不过她嫁到兰陵集团怀孕了，身体不太好，去国外安胎了，不然还能让她见见你。蓝湛其实已经听过她说江燕离好几次，她这几个月学会了如何使用平板还有触屏手机这些用品，已经可以在家给魏无羡做点饭了，还拿魏无羡房里的书来看。魏无羡一开始担心他记忆不全，需要教他认字，却发现蓝湛其实在家已经学习了很多汉字，完全没有阅读障碍。温情得知后，给蓝湛去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还是之前的结果。虽然蓝湛的外伤已经痊愈，但是颅内还是有不明淤血没有散去。温情细细研究后觉得还是得顺其自然，不能贸然动手术清除。蓝湛那时有点不太开心，从温情那里回来就不怎么说话。魏无羡奇怪地看着他，拍拍他的肩问：怎么了蓝湛？别灰心，温情也没说不能治，我们再等等好不好？你想恢复记忆，快些找到家人，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蓝湛沉默了一会儿，拉住魏无羡的手小声说：若我找到了家人，你还会来找我吗？魏无羡一时间没有理解蓝湛的意思，明白过来后扑哧笑了。他坐在蓝湛身边，搂着他的肩膀轻声说：你想什么呢？都想这么远啦？难道你的家人和我一定要选一个吗？你找到了他们，我们还可以做好朋友啊，我会努力让他们认可我的。朋友？蓝湛琉璃色的眼睛里划过不解，不是老婆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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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魏无羡快笑死了。蓝湛疑惑加无奈地扶住他笑得乱颤的身子。蓝湛，你怎么还当真了呀？你知不知道老婆是什么意思啊？蓝湛诚实地摇了摇头。魏无羡想了想，的确在蓝湛6岁的那个年代，老公老婆的称呼还并不是很流行，而且看蓝湛的教养，他的父母可能也不会这样称呼对方。好吧，等你恢复记忆就知道老婆是什么意思啦。想到那时的事情，魏无羡摸摸蓝湛的发丝，明天我去交成品，你乖乖在家好不好？蓝湛想起当初那个姚小姐，还有想要伤害魏无羡的管家 Alpha， 果断摇头，我要和你一起去。没事的，你放心，我和工作室的合同还有半个月就到期了。我当初也是担心会影响到工作室，毕竟真情实感的与他们一起工作了这么久，而且老刘也算是对我有恩。魏无羡看着对方不赞同的眼神，佯作生气，怎么不听魏哥哥的话了？蓝湛一字一句地说，我要保护你。明明魏无羡说过要做他唯一的 Omega 的，他要保护好自己的 Omega。魏无羡跟他对视半天，终于败下阵来，妥协道：好吧好吧，你还是注意点吧，万一跟那个 Alpha 又对上，再引出一杆七，我可不让你抱啊。蓝湛摇头，不会。魏无羡一笑，见他这么固执，还是同意了，心里想着明天还是不跟那个姚小姐多废话，早点回家。只不过现实与计划总是相差甚远的。魏无羡看都不想看姚小姐递给他的请柬。不去，我礼服给你了，那我们之前的契约关系已经解除，我没有必要跟你去那什么假面生日宴。魏无羡拉着蓝湛就走。哎，魏无羡，你别忘了这个单子是我和你们工作室签约的，因为是长期合作，所以如果你们违约，可是要付300万的违约金的。姚小姐得意洋洋地把当初签的合同在魏无羡眼前晃了晃。魏无羡一愣，随即冷笑一声，那又怎么样？我违约了吗？当初我画了图纸给你拍定过了，礼服材料也是用你要求的做的，我们之间的交流有邮件和对话记录为证，你想说我没有按照客户要求做设计也是没用的。可是这合同上可是白纸黑字写了要我本人满意为止，可我现在也不知道满不满意，等我去了生日宴，我那群姐妹若是都夸我这一身做得好，成为全场的焦点，那我就满意，你们工作室也就不算违约了。姚小姐也没想到魏无羡也很谨慎，难怪他跟自己通话拍板后，要求自己将意见都用邮件形式再发一次。魏无羡不耐烦地摆手，
那你就等晚宴之后告诉我你满不满意得了，干嘛非要我参加？魏无羡又仔细看了一眼这个晚宴的请柬，抬头道：“还要我带一个阿夫一起去？这是你们内部的宴会吧？看地点还是云深集团名下的酒店，来的人非富即贵，我一个小设计师有什么身份前去？你这是想在宴会上侮辱我？魏大设计师怎么能是小设计师呢？”姚小姐手里夹着一支烟，将口中的烟气轻轻吐在魏无羡脸上。蓝湛一皱眉，一把将魏无羡搂到怀里，生气地看着他。哟，生气了？这位哥哥，你若是担心他，就跟他一起来。我这份请柬可是特意留给你们两个的，我办的生日宴还特地托了兰陵集团的关系。若不是我们兰陵集团的金总与云深的蓝总交情颇深，我还真没办法可以将整个彩衣轩包下来。姚小姐对这件事也颇为得意。谁都知道云深集团旗下的酒店都很高档，而且口碑很极好。其实彩衣轩难包，其实是因为他一贯不给人包场，而是对所有人开放。当初蓝曦臣并没有想把彩衣轩做成只有高端人士才能入内的高档酒店，但它的装修风格实在是太好看了，根本就像是一个旅游景点一般漂亮，太多人就算不冲着吃饭也要去拍照打卡，根本就是天天爆满。姚小姐这次过生日能够包场，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她将此事当成一份极大的荣耀。旁边的刘老板接收到那位管家的眼神，忍不住开口劝道：“无羡你就答应吧，如果姚小姐真的说我们违约，工作室可要赔偿300万。我们这个小工作室哪里拿得出300万？无羡，你就当帮我们一次，反正你的合约也就剩半个月了。我知道你想走，我答应你，只要你再帮我一次，以后我绝不来打扰你，就当刘哥求你了，看在当初我帮你的份上好不好？”魏无羡看着刘老板的样子，沉默了，握着蓝湛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冷冷的，认真的看着刘老板：“刘哥，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虽然我也很久没这么叫你了。你说过很多很多再帮你最后一次了，但每次都还有下一次，而且还都是这种破事儿。你是觉得我是个极优没个好利用？你难道忘了，当初你开这间工作室的初衷是为了什么？我可以为你工作，为工作室接单做设计，但我说了我不喜欢参加这种交际，你却用合同逼我一次又一次为了旧情妥协。刘老板，你把当初的合同原件给我，我撕了它，我就同意参加这个晚宴，怎么样？”魏无羡已经失望过许多次，早就心如止水，他虽然还是笑着的，但蓝湛却莫名觉得非常心疼。魏英，魏无羡拍拍他的手：“我没事的。”刘老板犹豫了，他知道与魏无羡续约无望，想着如何在最后的时间里好好利用一下魏无羡，狠赚一笔。可现在不过就参加一个晚宴，就让他把合同就此解除，他打从心里实在不愿意这么做。